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在你的心里边，比特币是什么？是点对点的电子现金，是对抗通胀的数字黄金，是暗网交易的匿名货币，还是华尔街追逐的投资资产？如果你觉得有点迷茫，那说明你找对地方了。因为从2009年到今天16年来，比特币的身份一直在不断的变化重塑，而每一次的叙事的转变都伴随着社区的冲突、技术抉择，甚至硬分叉。2018年，研究员内卡特说过，比特币社区最持久的冲突来自于对比特币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成为什么的不同愿景之间的不兼容。今天呢，我们就用这张图来看一看比特币的叙事如何一步一步的演化，从2009年的密码朋克实验到2025年的多元生态。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彩色的波浪图，最初呢来自于内卡特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比特币的叙事变迁》。当时的问题是，比特币没有唯一的领袖，社区经常陷入激烈的争论，支持者们像法官解读宪法一样，反复研读中本聪的白皮书和早期的帖子，试图找到一个所谓的正统的方向。但卡特的洞察是，叙事本身就是比特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分析论坛的历史帖子与早期参与者的访谈，以及重大的事件的梳理，识别出了7个主要的叙事阶段。卡特的主要文章建立在穆拉德·马穆多夫和 Adam Taffy 的研究之上，而今天呢，我们继续踩在卡特的肩膀上，把分析延伸到2025年，加入了机构化 ETF、Ordinals 等新兴的叙事。这张图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一个认知框架。它提醒我们，比特币的发展从来不是线性的，而是在叙事的竞争与融合当中螺旋的上升。2009年的1月3日，中本聪在创世纪的区块中写下了《泰晤士报》。2009年1月3日头版，英国财政大臣正准备对银行进行第2次救助。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戳，更是一种表达。中本聪借用这句话讽刺了央行不断救助银行的做法。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比特币因此而诞生。但在最初的2年里边，比特币更像是一个技术概念验证。密码朋克和密码学家们在评估这个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真的可行不可行。要知道，在比特币之前，所有的电子现金的尝试都失败过。DJ Cash 被银行收购以后无疾而终， eGold 被政府关停， Liberty Reserve 创始人被逮捕。如果你想深入的了解这些故事，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叫做《比特币前传2》。所以当时很多人的态度是，我们见过太多的失败了，这次凭什么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在这个阶段，比特币的价值呢，主要来自象征意义。它第一次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下，解决了双重支付的问题。叙事之2，廉价的点对点支付。叙事之3，暗网的匿名货币。2011年，一切都变了，丝绸之路上线，人们开始用比特币匿名购买毒品、武器等违禁品，这让比特币第一次获得了大规模的真实使用场景，但同时呢，也彻底改变了它的叙事方向。媒体报道几乎一边倒，比特币等于毒品货币，比特币是数字世界的黑市。FBI 甚至专门成立了小组来追踪比特币的交易。这一时期呢，社区出现了第一次的分化，一部分人坚持中本聪的愿景，认为比特币应该是合法的点对点支付网络，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匿名性才是比特币最大的优势。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黑市货币的推动下，比特币迎来了第一波真正的市场价值。2011年，价格首次达到了1美元。2012年，美剧《傲骨贤妻》提到比特币时，价格是3.41美元。I went online and I bought 1 Bitcoin last night. Really? It's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t didn't feel real. No. Real's gonna change. Just watch. 到了2013年初，比特币更是突破了100美元。这个阶段的核心冲突是理想主义者 vs 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希望比特币洗白，现实主义者认为匿名性才是它的核心价值。
叙事4，抗审查的数字黄金；叙事之5，加密行业的储备货币。2013年的3月，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塞浦路斯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直接冻结存款账户，储户呢排队取钱却被拒绝了。人们意识到，只要央行说不让你用钱，那就真的用不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比特币价格首次突破了100美元。2015年，希腊资本管制再次强化了这个叙事。当传统金融体系失灵的时候，比特币成了唯一的逃生通道。此时，数字黄金的概念开始流行，稀缺性、总量2100万枚，永不增发，抗审查性，没有任何政府或机构能够冻结比特币，跨境性，可以7乘24小时全球转账，抗通胀，不会像法币一样无限的超发。与此同时呢，在加密行业的内部，比特币逐渐承担起储备货币的角色。几乎所有的交易所的基础交易对都是 BTC， 山寨币的价格也要折算成比特币。不过，随着稳定币的出现，这种比特币本位逐渐的转向了稳定币本位。但这一阶段也埋下了比特币历史上最激烈的冲突——扩容之争。支持数字黄金叙事的人认为，安全性比扩展性更重要，应该保持小区块，以确保去中心化。而支持支付网络叙事的人认为，如果手续费太高，比特币就失去了作为货币的意义。这场争论呢，从2015年开始白热化，最终呢，在2017年引发了硬分叉，诞生了比特币现金 BCH。所以，当不同的叙事无法调和的时候，摩擦和分裂就是必然的结果。叙事之6，非相关性的金融资产。2017年，比特币首次突破了2万美元，登上了全球新闻头条。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认识比特币不是因为去中心化，也不是因为密码朋克的精神，而是因为它涨得太快了。这标志着叙事的重大转折，比特币从货币变成了投资品。华尔街开始注意到一个现象，比特币和传统资产的相关性极低，无论是股票、债券、黄金还是大宗的商品，它都走出了独立的行情。2015年，研究员图尔德梅斯特指出，比特币可以成为投资组合的分散化工具。2016年，伯尼斯基和 White 进一步提出，比特币代表了一个全新的资产类别。这些分析吸引了机构的注意。2018年，灰度比特币信托 GBTC 开始受到了关注。2020年，疫情导致全球央行大放水，机构急需抗通胀资产。2020年的8月 ，MicroStrategy 把比特币纳入公司的储备。2021年的2月，特斯拉购入了15亿美元的比特币。与此同时呢，荷兰的量化分析师 Plan B 提出了存量增量比模型，他用稀缺性刻画了价格的走势，让无数的投资者相信比特币的价格有可量化的逻辑。这个阶段，比特币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从叛逆的货币变成了华尔街的资产。进入了2020年代，比特币的叙事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复杂。它不再是单一的故事，而是多个叙事的战场。在这张图的右半部分，你能清楚地看到颜色已经越来越多了，这意味着叙事不再单一，而是多线并存。新的叙事黑色，机构化与 ETF。2024年的1月，美国 SEC 批准了比特币现货 ETF， 这是里程碑的事件。基金经理可以像买股票一样配置比特币。ETF 的通过标志着比特币从边缘资产进入了主流的金融。传统投资者不再需要学习钱包还有私钥就能获得比特币的敞口。新兴叙事之2，绿色2层支付的复兴。廉价支付的叙事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技术的进步获得了新生。2021年，萨尔瓦多将比特币设定为法定货币。闪电网络获得了大规模的应用，人们可以在街头的咖啡店用手机完成比特币的支付，这让2017年的大区块 vs 小区块之争有新的答案。通过2层的扩容，比特币既保持了去中心化，又实现了廉价的支付。新的叙事之3，这个紫色链上文化的载体。2023年Ordinals 协议的出现，它让图片、视频、文本可以直接刻在比特币链上，相当于把 NFT 带到了比特币上，
一夜之间，比特币从金融的资产变成了承载文化与艺术的载体，社区再次分裂。反对者说这是垃圾数据污染了比特币，支持者说这是文化的革命，让比特币有了超越金融的意义。这个有点以太坊的味道了。新的叙事之四，黄色，抗审查的电子黄金，这个是最古老也是最持久的叙事。在全球通胀和地缘政治的危机下，这个故事重新开始升温。新兴市场的人们用比特币对冲本币的贬值，在资本管制严格的国家，它成为了财富转移的出口。当叙事越来越多，社区也会在冲突与和谐之间反复的摇摆，这并不是坏事，而是比特币发展的一个常态。冲突往往揭示了权力结构的所在，也提供了关键的信号，反映出主要参与者的真实的立场。回顾一下历史，2015年到2017年的扩容之争，虽然导致了社区的分裂，但也让比特币明确了数字黄金的定位。2017年之后的相对平静期，让开发者能够专注于技术的建设，闪电网络、Taproot 等升级得到了实现。2023年的 Ordinals 争议正在重新定义比特币的可能性的边界。内卡特认为，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非常罕见的相对的和谐时期，虽然没有单一叙事占据绝对的主导，但数字黄金仍然是大家普遍的共识。不过他也预警，新的战役已经在酝酿，隐私派和合规派的冲突可能是下一个焦点。从这些冲突与和谐的循环当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其实回顾比特币过去的这16年的叙事的变迁，就像在观察同一种物质的不同的形态。水可以是固态、液态、气态，甚至是等离子态，它们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水。比特币也是如此，它的底层规则没有改变过，但在不同的叙事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第一，叙事就是价值的源泉。比特币的核心技术早在2009年就已经定型了，从几美分涨到现在的12万美元，依靠的不是技术突破，而是叙事的演化。第二呢，不要固守单一的叙事。如果你还在纠结比特币到底是现金还是黄金，你可能已经错过了它的下一个身份。保持开放的心态，才能跟上它的变化。第三是冲突推动进步。每一次社区分裂虽然痛苦，但最终呢都让比特币更清晰地定义自己。没有冲突就没有进化。第四是叙事会叠加，而不是互相替代。今天的比特币同时是 ETF 标的、闪电网络的支付工具、链上文化的载体，以及个人的财富保险。这种多元性正是它的生命力的所在。所以说，比特币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它的支持者也不是思想一致的群体，它内部始终包容着多种叙事和立场。这个或许是理解比特币最重要的一课，拥抱变化，而不是寻找唯一的标准的答案。好了，在2025年的今天，比特币在你的心里边到底是什么？是华尔街认可的储备资产，是闪电网络上支付工具，还是对抗通胀的最后的防线？欢迎在评论区里边投票，也写下你的理由。同时呢，也说说你预测的下一个叙事是什么？ AI 时代的原生货币，或者是未来太空文明的跨星球结算媒介，谁知道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叙事的演化从未停止。好了，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的分析，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密星球，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对比特币叙事的看法，同时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上。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